小姐，你怎么又让我假扮你？若是夫人知道了，便会打死我的。瞧你这怂样儿！今日我让你去帮我试试，世子谢锦晨是不是像传闻中说的那么纨绔风女？可是，好了，我要去寻顾郎了。小姐，你昨夜彻夜未归，夫人已经起疑了。如今你和世子大婚在即，谁说我要嫁给那个纨绔世子的？我心里只有顾郎一人。今日的事，你要是办砸了，恢复有你好看，还不快去！多谢公子。姑娘，你是江相国的千金？你敢说漏嘴，我弄死你！正是。在下是侯府世子谢景琛，今日相遇，实属缘分。见过公子。姑娘，侧着赏花。我叫江贤玉，相府嫡女，江南烟的贴身丫鬟，1个月前才得知，囚在后院狗笼里的疯女人，竟是我的亲娘。女，来，拿着，我着急去吃酒，你帮我把狗喂了。哎，我吃饭了。玉儿别怕，我是娘亲啊。夫人说我是外面捡来的，我没有娘亲。你要错，有3颗并排的小痣，对不对？那时我才知道，我爹是户部上司，我娘是尚书夫人。娘，只因江相国觊觎我母亲，便害得我家破人亡。别站起来！你这个疯女人！来人，把她的牙齿跟手指甲都拔掉，丢进后院的狗笼里！他装疯卖傻，熬了14年，这狗笼是狗食，就为了有朝一日告诉我真相。江家与我不共戴天，而你，谢景琛，江南烟的未婚夫，就是我复仇的第1枚妻子。从今日起，我会彻底取代江南烟，让江家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灯笼要往右边挂一点。夫人，中秋宴的采买单子，请您过目。这些要阳澄湖的，9要20年的女儿红。这家燕窝的成色一般，换成内务府新购的那批，去吧。是。娘亲，夫人，世子一早醒来就吵着要找您，老奴实在是哄不住啊。娘亲抱。来，灵儿。哎呀，灵儿今天乖不乖啊？乖，灵儿今天吃了半碗粥，爹爹说晚上带灵儿去看兔儿的。爹爹马上就回来了，看你弄的。夫人，不好了，有个村妇打扮的女子正在门外大闹呢，说她才是咱们侯府真正的夫人，说您是冒名顶替的丫鬟。这一天终于来了，江南烟，我等你很久。赵嬷嬷，先带灵儿回去吧。是。秋文，随我去看看。是。让开，让我进去！你们都被骗了，我才是真正的侯府主母，里面那个是假的。她叫江贤月，原是我的贴身丫鬟。胡说八道吧！侯府夫人可是相府嫡女，哪能是你这样的？就是，一身粗布破衣，说话还咋咋呼呼的。我是5年前患有隐疾，离开了京城。她趁我不在，顶替了我的身份，嫁进侯府。放开我，放我进去！我要见侯爷！你放开我！何人在此喧哗？江贤月，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
我江南烟才是真正的侯府主母，你不过就是我的一个卑贱丫鬟，还不快跪下给我行礼！江南烟，你在婚礼前一日与人私奔，我顶替你的身份嫁进侯府，如今你穷困潦倒，又想逼我让出侯府主母的位置，这天底下哪有此等好事？你说你才是侯府主母，有何凭证？就凭我这张脸，与当今的相府夫人长得一模一样，你个冒牌货，休想顶替我，是吗？走近些，让我瞧瞧。江弦月，我回来了，你这偷来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江弦月，你敢打我！你一个粗鄙丫鬟，竟敢自称是侯府主母，我打你都算轻。来人，把这个信口雌黄的骗子给我绑了，送官。是。放开我！我才是真的侯府主母！江弦月，你不得好死！我爹娘不会放过你的！住手！怎么回事？侯爷，我才是真的相府嫡女江弦月，她5年前顶替了我的身份，嫁进侯府，她现在还想要杀人灭口。夫人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谢景琛自继承侯府，便一改纨绔作风，杀伐果决，深受当今圣上器重。如今已是天子宠臣，若让他知道我冒名顶替，绝不会原谅我。我必须连他一同瞒着，不能让他看出端倪。夫君觉得呢？一个来历不明的粗鄙妇人，空口白牙就说自己是侯府主母，难道我就要把这位置拱手相让吗？我有证据，我真的是侯府的主母。侯爷，你信我。在门口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姑娘，进府说话。夫人也一起吧，此事还需当面对质清楚。是。假的就是假的，你怎么证都没用。待我拿出证据，我看你如何收场。哇，瞧瞧这宅子多漂亮！当年我嫌弃谢锦晨纨绔声名在外，婚礼前一天与顾平夜私奔，才让江弦月偷了我侯府夫人的身份。谁知谢锦晨一跃成为权臣，而那顾平燕却接连落榜，害得我如今穷困潦倒。江弦月，你等着，我会把你偷走的一样一样夺回来。哼，这位姑娘，你说你是相府的嫡女，可有凭证？当然有。哼，这只镯子是我出生的时候长公主亲赐。全京城独此一只，这镯子的内壁还刻有长公主的私印“永安”2字。我的确听闻长公主曾经赏赐一只玉镯给相府嫡女，可这5年来，为夫从未见你戴过。她当然没戴过，因为它是假的。江弦月不过是我身边的一个卑贱丫鬟，就算她冒充了我的身份，可是你却偷不走这长公主亲赐的镯子。这镯子确实是江南烟从小就戴在手上的。
这个镯子自然可以证明，我就是真正的相府嫡女，如今的侯府主母江弦月。你还不赶快跪下，承认你冒充了我的身份？念在你曾经伺候过我的份上，我可以求侯爷网开一面，给你留个全尸。这位姑娘有长公主赏赐的玉镯，夫人，你可有什么话想说？怎么说不出话了？你倒是接着编呢。夫君，是否只要有一只这样的镯子，便可证明是侯府主母？笑话，这样的镯子全天下仅此一只，当然可以证明。难不成你也有？你怎么证明这镯子就是你的？什么？还要证明？它就戴在我的手上，戴在你手上就是你的。若我说这镯子是你偷来的、抢来的、骗来的呢？你胡说！这镯子是我出生的时候就赐给我的，我一直戴在手上，戴了20年。空口无凭。夫君，长公主赐镯一事，京城人人皆知。若是有人蓄意冒充，提前仿制了一只，也未尝不可。夫人是说，这玉镯是仿的？否则，如何证明这镯子会同时出现2只呢？什么？这……秋文，去把我梳妆台上的那只妆帘拿过来。是。这不可能！夫君，我从未戴过这只镯子，只因这镯子贵重无比，我担心有心之人会拿此做文章。可是千防万防，却没有防过身边的人。这2只镯子还真是一模。这不可能啊！这是长公主亲赐的，怎么可能还会有第2只？因为你手上的那只是假的。这怎么可能？刘嬷嬷，你先出去。是。夫人，您饶了我吧，夫人。顶替小姐加入侯府，这可是欺君的大罪啊，夫人。你是我捡回来的，你的命都是我给的。我让你嫁，你就得乖乖的嫁。胆敢在侯府露出马脚，仔细我扒了你的皮！奴婢不敢，奴婢一定谨慎行事，绝对不让人发现。夫人，这是长公主赏赐给相府嫡女手镯的事儿，全京城的人都知道。我给嫣儿自小戴的就是假手镯，这只真的便再由你保管，省得侯府之人多疑。江南烟，没想到这只真镯子竟在我的手上。这不可能！这镯子我戴了20年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夫君，长公主的私印确实刻着永安2字，可这镯子上寄托的是长公主的祝福，因此刻的是平安2字，这是外人所不知的，防也防不来。果真如此，一个刻的是平安，一个是永安。这怎么可能？夫君若是还不相信，派人去长公主府一问便知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行骗到我侯府来！不是的，我的才是真的，我才是真的侯府主母。是她不过是一个卑贱的丫鬟，一个没爹没娘的贱种，她怎么可能是侯府的主母？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！来人，拨下去！侯爷，你信我，我是真的，他才是假的，他才是假的，他是假的，侯爷，你相信我。禀报侯爷夫人，长公主府的张嬷嬷求见。来的正好，既然你不服，
那就让长公主府的张某亲自辨认一下。长公主府的嬷嬷，我并未通知长公主府。不过也好，有嬷嬷佐证，江弦月她死定了。老奴奉长公主之命前来，公主听闻有人冒充相国府嫡女，特派老奴走这一趟。老奴当年曾陪公主为相府小姐接生，亲手将赏赐的玉镯给小姐戴上。有劳了，还请嬷嬷辨认一下这2只镯子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。老奴遵命。侯爷，这只刻有平安2字的镯子，才是当年公主命老奴为小姐戴上的那只。不可能！真玉镯内侧平安2字旁有公主亲刻的微印，月字需对光细看，非宫内的玉镯仿不出这等精工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不可能！这镯子是我从小戴到大的。明明刻的就是永安2字。明白了，带下去。嬷嬷，您当年接生的时候一定有看过我肩上的胎记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右肩上有一只红色的月牙胎记。侯爷，当日老奴为相府小姐接生，她的肩头确有一枚红色月牙胎记。嬷嬷，请您到屏风后面仔细验查，看看我这只胎记是不是您当年见过的那一只。夫人，夫君，我肩膀上是否有红色的月牙胎记？您不是最清楚吗？嬷嬷，您看是不是这个？侯爷，这位小姐右肩上确有一枚红色月牙胎记，形状位置与老奴记忆相符。侯爷，现在有嬷嬷作证，她才是假冒的。江弦月，你身上有胎记吗？你现在敢不敢验？夫人，我身上确实没有红色的月牙胎记。你认了，对不对？贱婢，你偷了我5年的人生，我要让你扒皮充筋。我的肩上没有红色的月牙胎记，是因为这是那枚胎记就在这疤痕之下，被烫回来了。3年前，西厢房走水，夫人为了护我，被掉落下来的横梁砸伤了右肩。3年前的那场雨，不仅烫毁了我伪造的胎记，再无人能验证真伪，还让谢景晨欠下我一条命的恩情。这不可能！我知道了，定是你身上没有这胎记，所以故意用这烫伤来掩饰。够了！本王亲眼所见，还会有假？若是2位肩上都有胎记，那自然有一人是假的。这颜色遇水晕散，不是真的胎记。不是的。江南烟，你从小伺候在我身边，见过我肩膀上的胎记，
于是你便伪造了胎记，抢夺我的身份，诓骗我的夫君。你好狠毒的心肠！我这胎记不是仿造的，是真的。蠢货，你不知道胎记会随着岁月增长而变淡。为了自证，你用朱砂将胎记涂得又大又红，反而破绽百出。侯爷，我这个真的是真的。江南燕，我看在你伺候多年的份上，想给你留些余地，没想到你竟如此执迷不悟。既如此，那我便没什么好瞒的了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说你是相府的千金，那这5年你去哪儿了？我与人私奔的事，绝不能让侯爷知道。我自小身子不好，便养在寺庙当中，全京城的人都知道。只不过5年前我大病了一场，只有离开京城寻人诊治，所以我才满口谎言。侯爷，这原本是我相府内的一桩丑闻，如今若是再不说清楚，只怕是让人钻了空子。哼，江弦月，你休想颠倒黑白。江南燕，这5年你不是出京治疗，而是与人私奔。我没有。岂有此理！如此德行败坏之人，竟然敢冒充侯府主母！周章，把他拖下去。不，侯爷，是江弦月诬陷我。有没有？通关文牒上一查便知，5年前你与顾平燕离京，用的是夫妻身份通关。这通关文牒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他怎么会知道我与顾平燕用了夫妻身份通关？难道5年前他便想抢我身份？江南燕，当初你与顾平燕私奔，也是我一手促成的。江弦月，原来你从早开始就在算计我。江南燕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如此执迷不悟吗？侯爷夫人，真相既已大白，老奴便回府复命了。有劳了。秋文，送送嬷嬷。是。夫人，若以后再遇到这等胡搅蛮缠的毒妇，你自己处置便是。是，多谢夫君信任。侯爷，我才是真的，你不要被这个贱人骗了，他是假的。侯爷，拖下去，还等什么？是。侯爷，他是假的，放开我！侯爷，你别被他给骗了。禀告侯爷夫人，相国公与夫人正在府外求见。江弦月，没有想到吧？机关算尽，可是爹娘来给我撑腰了，放开我！我爹娘来了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！去把相国公和夫人请进来。是。夫人，随我接客吧。是。江弦月，你的死期到了。爹儿娘，女儿好苦啊！江弦月不仅冒充我的身份，还诬陷女儿与别人私奔，你们一定要替女儿做主啊！谢侯爷。相国公，夫人，请坐。侯爷，我和夫人今日前来，是为了小女之事。来得正好，有人冒充您的女儿，大闹我侯府。如今我已经查明原委，还请二位做个见证。竟然有这样的事，老夫老眼未花，怎么可能认不出女儿来？我倒是要看看是何等胆大包天之人，竟敢冒充相府千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劳烦相国公和夫人仔细辨认一下，到底谁才是你们的女儿？江弦月，你完了！娘，我是南烟啊，我是你的宝贝女儿南烟呢。你看，我们这张脸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？确实，跟我长得很像。江弦月，你看到了吧？光是长相，你就输了。再说了，
你到底哪里长得像相府千金？一看就是个粗鄙丫头。我的手细腻光滑，可你的手粗糙不堪。究竟谁是相国府千金，谁是丫鬟，不是一目了然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霸占了我的身份，我怎么会沦落到下地干粗活？我的手真的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父亲，你看我额头上的疤，是我7岁的时候还摔摔的。当时你为了照顾我，守了3天3夜。父亲，确实有道疤。父亲，你得为我做主啊！好了，还请相国公尽早指认，到底谁是你的女？母亲，江弦月顶替我的身份死不足惜，你们要跟侯爷讲清楚，我才是你们的女儿啊！相国公，请吧。我的女儿自然是老夫的女儿自然是侯府主母江弦月。爹，我才是你的女儿，你说什么？老夫说了，老夫的女儿是侯府主母江弦月。爹，你看看我是南烟啊，我是你从小疼到大的南烟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为什么不认我呀？我的女儿江弦月5年前就嫁给侯爷了，如今她是侯府主母，而你是个冒名顶替的疯妇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认我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还在生我的气，替我5年前不告而别跟人私奔，一定是这样。爹，我知道错了，5年前是我不懂事，他任性妄为，让你和娘为我操碎了心。这些年我也受了很多苦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爹，你原谅我吧，女儿今后一定听话。放手！我没有你这样的。娘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的脸，我的脸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我怎么可能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呢？娘，我是南烟的。这世上与我长得相似的人何其多，难不成我个个都要领回来当做女儿养吗？娘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任性了。江南烟，你从小娇生惯养，刁蛮任性，犯了天大的错，也有人帮你遮掩，替你背飞。可是这一次你错了，你与谢景晨是圣上亲自赐婚，江相国若认了你，就是欺君之罪。江相国怎么可能为了你这个已经出局的妻子冒这么大的风险？为什么你们不认我？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啊！我明白了，江弦月，都是你！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你让我姐姐不认我这个亲生女儿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没有做什么呀，父亲不认你，自然因为你是假的。我才是真的，从小爹娘最疼我，我要什么他们给我什么。是你威胁他们，是不是你抓住他们什么把柄？把柄？我能有什么把柄？唉，倒是你5年前私德败坏，与人私奔。若你真是相国府的千金，岂不是污了相国府的门楣，还给相国府背上了一个奉旨不遵、欺君罔上的罪名？我没有。闭嘴！你姐疯妇胡言乱语，毁我相府名声。
还不跪下谢罪？我不是，我真的没有。侯爷，此事已明，这姑娘并不是相国府的千金，而是一个想要冒名顶替的疯子。该如何处置，还请侯爷定夺。把她送到官府，就以冒充官眷、扰乱侯府之名处置。是。江仙月，我杀了你！那天，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江仙月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跟着你那个娘一样，你不得好死！放开我！江南烟，你还敢拼我娘？还不把这疯女人给我拖下去！娘，江小我，你们会后悔的。江仙月，我做官也不会放过你，我做官也不会放过你。江醒真、王氏，你们恐怕还不知道，我在5年前便知晓了身手，开始不觉今日之奇了吧？新人拜别高堂。老爷，老爷不好了，狗奴跳河了！什么？就刚才从后院冲出来，直奔西边荷花池，等奴才赶到，人已经沉下去了。这大喜的日子真是晦气。哼，死了也好，疯疯癫癫的，留着也是祸害。选张破席子，悄悄扔去乱葬岗。今日是侯府迎亲，别坏了气氛。是。新娘该上花轿了，可不能误了吉时。你怕江家有年来威胁我，才会选择在我离开江家这一天投河自尽，对不对？娘儿今日对天发誓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不只是江南烟，你们江家欠我林家的血债，我要你们连本带利，血债血偿。让侯爷见笑了，此等丰富，任凭侯爷处置。相国公深明大义。仙月，你做得很好，记住，你才是相国府的嫡女。女儿明白。告辞了。夫人，这伤还疼吗？早就不疼了。可是3年前，那横梁为何偏偏砸到这胎记？他起疑了。那横梁若是再偏上3分，砸的就是臣妾的头颅。更何况，妾身如何能得知会有人想要冒领妾身的身份？方才父亲母亲也已经为我证明了身份，难不成侯爷还在怀疑？是我多心了。爹爹，你总算回来了，说好的去看兔儿的。去，你爹答应过灵儿的事情，什么时候实现过？娘亲，我们一起去看兔儿的。好啊。谢景晨，纵使你心存怀疑，也绝技抓不到我的把柄。那场火确实是意外，我救你
才是棋局的一环。真情和假意，你又如何能分辨得清呢？这次完了，我该不会真要死在这里？就是他！你们是谁？是江贤月派你们来的？他要杀人灭口，是不是？救命！娘，嫣儿，你醒了。这里是相国府，我的闺房。你那日不是在侯府认了江贤月做你的女儿吗？说没有我这样的女儿，现在这样又是做哪出？假惺惺！5年前你与人私奔，娘也是不得已才找了人来替嫁。你从小身子不好，养在寺庙，认识你的人屈指可数。江贤月从小跟在你身边，是对你最熟悉的人，由他来替嫁，真是最适合不过。所以你们就牺牲我？不是牺牲你，是救你。如今全京城的人都见过江贤月，若是我们承认当年替嫁之事，那就是承认欺君。到时候圣上怪罪下来，相国府完了，你也得一起死。那我岂不是一辈子都恢复不了身份？我要眼睁睁地看着江贤月抢走属于我的一切，抢走属于我的一切。当然不会，让这贱婢替嫁，那只是权宜之计。如今你回来了，那侯府主母的位子自然还是你的，只是我们得找个合适的时机，把你们俩换回来。真的？当然。娘，我总觉得不对劲。5年前，江贤月不仅没拦着我私奔，还替我打掩护，让我顺利出府。他该不会早就知道自己是狗奴生的贱种，妄想取代我的一切？哼，他知道又如何？娘有的是办法，让他把那侯府主母的位置给你让出来。娘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还有，你那前夫顾平燕也得处理得干干净净。等娘安排好一切，自然会让你风风光光的回来当侯府主母。娘，还是您疼我。傻孩子，你是娘亲生的，娘不疼你疼谁？江贤月，你休想赢过我，等着吧，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侯府主母。你们谁啊？你就是顾平燕。你们是谁啊？找本公子何事啊？有人买你的性命！哎，侯府主母，真的是要我替嫁的？可不是嘛！相国真千金，糟蹋算计，她这是鸠占鹊巢，才嫁入侯府啊！你们说什么呢？不必在意。走。夫人，近几日这些谣言越传越离谱，分明是有人故意毁灭名声。不必理会，犬非而已。夫人说的是。走吧。夫人，您请喝茶。多谢。掌柜的，我家夫人定制的8宝攒珠簪可以完工。昨日刚做好，太过贵重，没敢放在前堂，请夫人稍坐，小人这就去房间取来。有劳了。秋文，
你去帮帮忙。是。是你，已经从刑部大牢出来了。江弦月，你真以为那种地方关得住我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早就被爹娘救出来了。我不仅出来了，我还把你5年前骗我逃婚的事情全都告诉他们了。江弦月，你等着瞧吧，你的真面目马上就会被拆穿了。真面目？别装了，你5年前就知道了，拴在后院的那条狗就是你娘，所以你故意骗我离开京城，抢我身份，就是为了替你娘报仇，对不对？江南燕，几日不见，你编故事的本事见长啊。编故事？若不是因为你这个小贱人，他又何故在侯府迎亲宴，把自己给淹死？自然是受不了你们非人的折磨，寻个解脱。你胡说！他是怕有朝一日有人利用他来拿捏你。江弦月，他是因你而死，你却连认他都不敢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江弦月，你想知道你那个疯娘在后院过的都是怎样的日子吗？她吃的是馊饭，喝的是雨水，冬天冻得浑身生疮，夏天又被蚊虫咬得皮肤溃烂。最有趣的是啊，爹爹每次去后院看她，都会叫人把狼狗给拖走。你猜是为什么呀？因为狗叫太吵，耽误爹爹办事儿呀。后来呀，他生了一场大病，浑身恶臭，爹爹就命人把他头发全剃了，那光溜溜的头皮上全是脓疮。那些婆子嫌恶心，就把那些秽物全都扔在他的头皮上。你闭嘴！怎么，这就受不了了？我还没有说完呢。他活着的时候就是后院那群狼狗的发泄之物，等死了，尸体被扔进乱葬岗，然后被那群狼狗给吃掉，吃干净，连个骨头都不剩。我杀了你！江弦月，现在京城的人都在传你是假的，谢锦辰一定会对你心生疑窦，查你底细。那个时候，你还有自信能骗得了他吗？没错，江南燕，5年前顾平燕秀你私奔，是我设计的。不仅如此，他这5年科举落榜，也是我从中作梗。我还让他以为他考落榜全都是相国府的手笔，所以他就把怨气都发泄在你身上。你，江南燕，我就是要抢你的身份，我要让你尝尝被别人玩弄于股掌的滋味。贱人！我已经完完全全取代你，而且以后你想要什么东西，我都会抢过来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你这辈子都只能当个见不得光的阴暗老鼠，侯府主母只能是我。我杀了你！只要你死了，侯府主母就是我的。住手！怎么回事？夫君，是江南燕，江南燕要杀了我！你竟敢当街行凶！啊，侯爷，我没有，他刚才亲口承认，是他5年前设计我离京，抢了我的身份。满口胡言！我说的是真的。他说他要报复我，他要抢走我所有的东西。侯爷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。
夫君，江南烟说，只要我死了，就没有人可以替代他的身份。夫君，我害怕。简直是岂有此理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夫人，你的手！夫人，你的手是怎么伤的？江南烟方才摔碎了茶杯，要拿碎片划伤我的脸，我是用手挡着才。侯爷，你看，这瓷片上确实有血。你胡说！我明明没动你，明明是你要先动手掐我，所以我才……侯爷明鉴，这刁妇四处散播谣言，败坏我家夫人名声，没想到还跟到这儿来，对夫人痛下杀手。好啊，冒充主母，散播谣言，如今用凶器行凶，简直就是蓄意谋杀！来啊，周征，把他控制起来，秋文好好审他。是。放过我家夫人，是败坏我家夫人名声，是欺负我家夫人。侯爷，只要你仔细调查，就能发现其中破绽，我才是奸细。不要停，打到他承认冒充主母为止。侯爷放心，我是段长，保证他说实话。江南烟，还这是你向着的。夫君，我同意。我们现在就回府，让太医好好看看。江玄月，我娘已经去求长公主为我恢复身份了，你也得以。来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再来一口。岳母是江南人，嗜甜味辣，可灵儿和夫人一直嗜辣，这一点倒是很不一样。难道是谢景琛被江南烟挑拨，怀疑我？即便我能掩藏，灵儿的喜好却是铁证如山。夫君观察细微，灵儿从小便体弱多病，脾胃虚弱，大夫说需吃些温和的辛香食料食补，又不能用药过猛。我便想着，若是我能与他同吃，他或许能好接受一些。久而久之，我便也习惯了这辣味。可灵儿嗜辣，这一点似乎是天生的。娘亲，我吃完了，我想出去玩。去吧。夫君忘了，我怀灵儿时，恰逢夫君接管侯府，这府内上下乱作一团，我过于劳累，食不知味，唯有这辛辣方能缓解一二。当时内忧外患，我照顾不周，的确让他吃了不少苦。夫人辛苦了。没有，都过去了。实不相瞒，未出阁前，母亲曾多次训斥我。岳母？她说我怎么一点都不像她，都没有大家闺秀的温婉气质，连口味都如此刚烈重口，倒像是早逝的外祖母。夫人，如今你是侯府的当家主母，不管像谁不像谁都不重要，只要你开心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有夫君这句话，我便什么都不怕。侯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！何事慌慌张张的？江南烟她被长公主府的人带走了。啊！长公主，求您请妾身做主啊！那个江贤玉，他不仅心狠手辣，设计夺取了嫣儿的主母之位，还指使人把嫣儿打成这个样子，险些毁容。你是说，5年前是江贤月设计陷害嫣儿私奔，自己嫁进了侯府，如今又以真千金身份自居？正是。那江贤玉早就觊觎嫣儿的婚事，所以才设下毒计，逼迫嫣儿含冤离京。糊涂！既如此，为何5年前不与本宫说明真相？本宫自会向皇兄解释。嫣儿离京后，那江贤月立刻跪在我面前，说要替嫣儿出嫁。我一时心软，不怕抗旨之罪，便应下了。
谁知那江贤玉加入侯府之后，立刻翻脸不认人，还要将嫣儿置之死地。长公主，您德高望重，您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！长公主，就连您亲赐的玉镯也被那江贤玉偷了去，这事关皇室荣耀，怎能让一个贱婢给玷污了？区区一个贱婢，就搞得你们相国府鸡犬不宁，真是没用。看在江相国对本宫还算忠诚的份上，本宫就帮你一次。多谢长公主大恩，多谢长公主。张嬷嬷，将中秋拜帖即刻送往侯府，邀侯爷和夫人前来一聚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你们也先下去吧。有长公主为我撑腰，江贤玉，你死定了！长公主是先帝最宠爱的公主，当今圣上也要敬她三分。这江南烟有了这座靠山，今日这家宴怕是鸿门宴。为了守住侯府主母的位子，我必须步步谨慎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，第一次来长公主府，觉得好生气吧？别担心，只是家宴而已，有我在。侯爷，长公主请您到花厅一叙。我先去了。好。这不是我相国府贱婢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江贤月，你不会以为长公主今日请你来，真是为了赏月吧？不然呢？长公主已经全都知道了，你偷我身份，骗婚侯府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看来上次的巴掌还是没能让你长记性，还敢口出狂言。你数次假冒侯府主母，该小心的人是你。你不会以为在长公主府我就不敢动你？江贤月，你敢！二位，长公主有请。江贤月，你马上就要被拆穿了，等着原形毕露吧。长公主，谢侯爷，京城近日传得沸沸扬扬，说你的夫人是相国府的丫鬟顶替。臣有所耳闻，不过都是老百姓的闲话，不足信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的婚事是皇兄亲赐，侯夫人的真假事关皇家颜面，岂可儿戏？冒充者，臣已经亲自审问并处理。怎么本宫听到的和侯爷说的不太一样呢？正值中秋佳节，不如将相关人等都叫来，问上一问，事关侯府血脉传承，侯爷不会阻拦吧？长公主也是为了我侯府好，臣怎会不识好歹？张嬷嬷，人都到齐了吗？回长公主都在外面候着呢，进来吧。参见长公主殿下。起来吧。谢长公主。本宫听闻，你们二人中有一人是相国府嫡女，一人是冒名顶替的婢女，皇家赐婚，岂能有假？今日本宫便要辨个真假。殿下，我才是真的。任凭长公主吩咐。相国府的嫡女自然由父母来认，请江相国、江夫人。长公主，请坐吧。是。江夫人，此二人中是否有你的亲生女儿？回公主，有的。哦，是哪位啊？妾身的女儿与妾身长得极为相似，就是她，江南烟。确实像，一看就是母女。连江夫人都认了，那侯夫人是假的。江贤月，娘道已经认我了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母亲，你为何如此？你本来就是假的，装什么装？若我是假的，那日在侯府当着夫君的面，你们为何一口咬定我是真的，说江南烟是冒牌货？没错，前几日江相国亲口承认江贤月才是相府千金，几日不见便改了口，
的确难以让人信服。长公主明鉴，那日在侯府，我们是不敢认嫣儿啊。此话怎讲？那江贤玉以替嫁之事做把柄，要挟我们替他隐瞒，我们也怕激怒侯爷，反而害了嫣儿的性命，所以不得已才将错就错。这么说来，这5年你们都是迫于无奈，委曲求全了。正是侯爷，虽然我们一时糊涂让他替嫁，却知此事有损皇室和我相府的颜面，跟他虚以委蛇，就是为了今日在长公主面前将这人证物证一并呈上，将他一举揭发。人证物证？没错，我们已经查到了江贤月为了取代嫣儿，处心积虑设计陷害的证据。既如此，那便呈上来吧。长公主，这是嫣儿身边的粗使丫鬟翠儿，她可以作证，是江贤月，他故意毁坏嫣儿的名声，迫使嫣儿逃婚。奴婢曾亲眼看见江贤月在小姐的茶里下药，还诱骗小姐跟顾公子私奔。大胆奴婢，竟敢设计陷害主子，妄图取而代之，空口无凭，可有何凭证？有，这是他藏在相府的药，还有，这是他冒充小姐写给顾公子的信，要送去检验，信呈上来。冒充主子写这等淫诗给外男，江贤玉，你是何居心？哼！长公主，太医验明，此药乃是迷情之药，微量便可使人神志迷失。大胆刁奴，你可知罪？江贤玉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狡辩！哼！你如何证明那药是我的？是在你的床下发现的。哪张床？下人房，你这是睡的那张。笑话！我身为堂堂相国府千金，怎么会睡在下人房？这……江贤月，你只是嫣儿身边的一个丫鬟，何来千金之躯？母亲，就算你认婢为女，也掩盖不了我是相府千金的事实啊！我若不承认自己是丫鬟，你们伪造的人证物证就毫无价值。荒唐！难道我们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了？我自幼在寺庙长大，与父母聚少离多，婚后更是少有往来，不亲近也实属正常。那信呢？你敢说不是你写的？这的确不是我夫人的笔迹。什么？这些信当年都是江贤月代写的，怎么可能不是他的笔迹呢？我夫人写的一手好字，怎会如此良藏轻浮？巧了，我这有一封夫人的家书。长公主，可以做个对比。两封信，果然不同。如果长公主不信的话，我府中还有很多夫人的笔记，可以全部拿，做个对比。这……不可能！江贤月，你藏拙！你替我写信时，故意将字写得潦草，实际你写的一手好字，对不对？我身为相国府千金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何须藏拙？你胡说！先让你带我上课，你居然设计陷害我！你这蛇蝎贱婢！长公主殿下，想要知道谁才是相国府的真千金，传一人便可。谁？5年前与江南烟私奔的书生顾平燕。江贤玉，我还当你多大的呢？你以为我会留顾平燕这个活口？我娘很恨杀，我看你去哪儿整？此人现在何处？已在长公主府外候着。带上来。什么？我早料到你们会灭口，
所以提前设计救下你。娘，顾平燕怎么还活着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别怕，娘自有安排。顾平燕，5年前你因何与江南烟私奔？是否有人指使？顾平燕，向长公主回话，小心一点，若有半句虚言，便是欺君。长公主殿下明辨是非，你只需说出实情便可。究竟是谁要你奸口，甚至不惜害你性命？顾平燕，回答本宫，是否有人要杀你？是他，江心月，他要杀我！江弦月，你个蠢货！我娘杀他事情，拜托他设计你才是真的。顾平燕这样的无耻之徒，你可以利用他，我当然也可以。江弦月，此人正是你带来的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江弦月，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长公主殿下，顾平燕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何妨不让她把话说完呢？也罢，来都来了，你就都说完吧。顾平燕，你仔细说说，我为何要杀你？长公主殿下，江弦月确实数次想杀我。为何？只因我与他的婢女江南烟情投意合，他便处处阻挠，我别无他法，只能求南烟与我私奔。长公主明鉴，我对南烟一往情深，南烟对我也生死相许。我们历经5年，举案齐眉，伉俪情深，都是他江弦月，他不让我们在一起。你闭嘴！谁让你说这些的？南烟，别怕，有了殿下，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长公主殿下，不是这样的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南烟，难道你后悔了？当年你对我用情至深，你给我写的那些信，我至今都还收着。那好啊，你可以看一下那桌上2封信，哪封是江南烟的自己？长公主殿下，这封，南烟想亲口念给我听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长公主是江弦月的。够了！顾平燕心术不正，拐带良家，婚夫娶重打30大鞭，发配岭南，永不得回京。殿下，我跟南烟是2情相悦啊！大下去。顾平燕，我替林家，谢谢你。林先生，学生曾受您恩惠，您蒙冤时，我无力伸张。今日助您女儿一臂之力，愿您大仇得报，早日昭雪。长公主殿下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江南烟才是冒名顶替之人。江弦月，你设计我，连顾平燕都是你的棋子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江南烟，若非你心思歹毒，又怎会入局？这都是你应得的报应。长公主殿下，是江弦月他设计我，他才是假的。好了，血脉之事终究需要铁证，你们2人各执一词，那便滴血认亲吧。对，滴血认亲，我才是爹爹的亲生女儿，血自然能相容。江弦月，你完了。当初李氏与我同时产子，按月份推算，江弦月绝无可能是相国的主。只要滴血认亲，他就会被揭穿。江相国并非我相国，我们的血绝不可能相容。若长公主执意要言行，那我只能拼尽全力应对。既要验明血脉，只需验明江相国的血与你2人的血是否相容。我先来，我是爹爹的亲生女儿，我的血自然与爹爹相容。他血容，若他的血真容，我便再无翻身之地。慢着，江弦月，你怕了？晚了，待我的血滴进去，与爹爹的血相融，就能证明我是真的，你是假的。江弦月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
长公主殿下，滴血验亲，贵在公正无偏，不如让我二人同时验之，既能免去先后之争，又能使结果一目了然，免去后世非议，以正声明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你不是对自己的血脉很自信吗？怎么还怕跟我同时验血？怕？我怎么可能会怕？不就是同时验血吗？江弦月，我会让你输的心服口服。那好，既然二位都无异议，便同时验血。好，那就同时验吧。江相国，你先来。是。请相国在2碗水中各滴1滴血。二位请。江弦月，你该不会真的以为自己的血能跟爹爹的血相容到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真的是爹爹的亲骨肉，我今日也有法子把你打回原形。嬷嬷，长公主为我恢复身份，必定滴血验亲，届时你只需要让江弦月那个贱人的血不相容，这些就都是你的。小姐放心，江弦月，这次你输定了。他在水中做了手脚，难怪如此自信。江弦月，你还等什么？踏了！哼，像你这样的贱婢，生下来就是伺候人的。要不是你偷了我的身份，你也配进这长公主府？配跟我站在一块儿？哼！待我的血与爹爹的血相融时，我就把你像你娘一样，拔了牙齿，剁了手指，关进狗笼。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江南烟、江行之、王氏，我筹谋5年，等的就是今日。今日不论成败，都不会让你们得意下去。江家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二位稍安勿躁，血容需要一点时间。不用等了，它本来就是假的，血自然也是容不了。像他这种胆敢冒名顶替的贱婢，就应该拖下去，重打40大板，游街示众。结果尚未分明。弦月是我侯府主母，你再口无遮拦，本侯现在就能治你。侯爷，你被他给骗了。她嫁进侯府就是为了报复江家，她一直都是在利用你。住口！血容了。长公主，我就说了，江弦月她就是个冒牌货，快把她抓起来！殿下，是侯夫人的血容了。啊，真是没想到啊，竟然如此！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是侯夫人的血融了，江南烟的血没有融。难道江南烟才是假的？不可能！我的血怎么可能不相容呢？我明明什么？
长公主殿下，结果已明。王氏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相爷，燕儿是我们的女儿啊，这定是有人做了手脚。江夫人慎言，这水还有银针，都是在长公主眼下准备的。难不成你是想说，长公主命令下人做了手脚？我妾身不敢。是你在水中做的手脚，所以才导致我的血与爹爹的不相容，反而是他江弦月的血相融，对不对？江小姐，老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啊，江弦月，原来你早就和这个老东西勾结在一起，你们一起设计陷害我。这到底哪个才是相府的真千金呀？这是长公主府中秋家宴拜帖。果然如您所料，江南烟母女求长公主出面撑腰，势必要在中秋家宴上拆穿您的身份。这是江南烟收买奴婢，在滴血认亲中做手脚的银票。他若是不动手脚，我反倒无从下手。既如此，不如就让江相国以为我是他的女儿，方便我后续行事。老奴明白。只是，长公主一旦怪罪下来，就要委屈嬷嬷了。林大人和夫人对老奴有恩，当年若不是他们施粥，老奴早饿死街头了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嬷嬷恩德，弦月没齿难忘。江南烟，你当这长公主府是什么地方？无凭无据就敢胡乱拍人！长公主殿下，肯定是江弦月，她早就与这个老不死的勾结在一起，他们定在这水中做了手脚，所以才导致我的血与爹爹的血不相容啊！殿下，老奴伺候您23年，从未有过二心，怎么会为了旁人置您的声誉于不顾，做这等阿杂事？你胡说！那日在花园假山后，你明明收了我500两银票，答应我要在水中做手脚。既然收了银子，那为何你的血不相容，反倒是我与爹爹的血相容呢？莫非是嬷嬷收了银子没办事儿，想要陷害你？这定是你们是一伙的，你们一起去。江南烟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要收买长公主身边的嬷嬷，在滴血验亲的水中做手脚？不就是心虚，怕露馅吗？我这是嫣儿，你何苦如此啊？娘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江弦月这个贱婢的亲娘，当年勾引过父亲，确实是和父亲有过夫妻之实啊。万一他要是真的是父亲的骨血怎么办？我不会让他有机会抢走我的身份。你说什么？江弦月果真是我的女儿？嫣儿，你糊涂啊！殿下，江南烟虽妄图收买奴婢，老奴从未答应过他，更没有在水中做手脚啊！你闭嘴！原来如此，大家都听清楚了吧？江南烟亲口承认了，他收买了嬷嬷，在滴血验亲的水中做了手脚，他才是冒牌货。都怪你，是你逼我的，我气不死你！放肆！你这个毒妇，休想再碰我夫人！父亲，您看清楚了吧？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难不成你真的想认贼作女吗？事已至此，江弦月也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又何苦
非要认回江南烟这个丢人现眼的废物呢？王氏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公然在长公主面前作弊，将我江家的脸面都丢尽了你！香月，燕儿她只是一时糊涂，她只是怕失去你啊！爹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爹，我是你女儿啊，爹！滚开！本相没有你这种心术不正的女儿，从今以后，本相就只有江弦月一个女儿。爹，都给我闭嘴！张嬷嬷，你在本宫身边伺候23年，本宫信你，起来吧。谢长公主信任。江南烟，你想要买通本宫的人，还想在本宫府上做手脚，以示死罪，念在你母亲多年侍奉本宫的情分上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江相国，依血认亲的结果已明，江弦月就是你江家血脉。至于这江南烟，你自行处理吧。臣遵命。将王氏、江南烟带回府中，关进祠堂。没有本相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许探视。爹，我是你的错。爹，我才是你的女儿啊，爹。罢了，今日闹这么一通，本宫的兴致全无。今日这家宴就到此为止吧。这竟是我的女儿，能以假乱真，还能掌控侯府，比那个废物强多了。弦月，父亲。为父有几句话想要单独跟你说。啊。夫人，我们聊，我在马车上等你。弦月，这些年你恨为父吗？女儿从前不懂，如今终于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女儿明白，为何这20多年，女儿在府上一直为奴为婢，受人欺凌。原来是有人担心女儿的存在会威胁江南烟相府嫡女之位。还当他知道了林家的事，原来是这个。哎呀，小月呀，为父糊涂，都是王氏那个毒妇蒙蔽了爹爹多年，竟不知你是我亲生女儿。以后啊，为父定会补偿你的。既然已与父亲相认，女儿便不在乎其他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如今京城人人都传女儿才是假的，如此风言风语，怕是会影响父亲的清誉啊。嘿，这有何难呢？从今以后啊，我相国府的事务都交由你掌管，我倒要看看还有谁不相信你的身份。多谢父亲，女儿一定不辜负父亲的信任。夫人，今日在长公主府受惊。有夫君在旁，妾身不举受惊。小心。夫人今日在滴血之前，似乎有些紧张。事关血脉清白，妾身自然紧张。那为何在紧张之时，不时地看着身后的某人？夫君观察细微，妾身只是担心有人会做手脚。看来夫人是早就知道江南烟会动手脚。他伺候妾身多年，妾身对他也算是了解。若是他今日没有亲口承认买通了人，结果怕是很难服众啊。夫君此话是何意？我在想，如果他没有自作聪明，两碗水干干净净，那结果又会是如何？自然还是如此。夫人的手可还疼？
好多了。3年前你替我打了横梁，肩上留了疤，如今为了自保添了新伤。有时我就在想，我的夫人为何如此多灾多难？夫君，你是在心疼妾身，还是在怀疑些什么？我在想，我的夫人究竟是谁？今日赴宴，我料到谢景琛会起疑心，但他并无实证，我矢口否认便可。夫君在想什么呢？我是你的结发妻子，是灵儿的娘亲。5年前，你我出狱之时，我便让人去查了你的身份。我知道你根本不是相国千金，而是江南烟的丫鬟。夫君，难道你真的信了江南烟的鬼话？我原本以为你是为江相国所逼迫于无奈，如今看来并非如此。若是夫君早就怀疑我的身份，为何还要迎娶我进门？因为你比江南烟有趣。这5年成婚以来，我夫人身上可有太多的秘密。夫君玩笑开得越发没边了。5年前你我成亲之时，相国府有个疯奴投河自尽，我派人去乱葬岗寻尸身，却遇到失魂落魄的夫人。新婚当夜，我趁谢景琛熟睡，去乱葬岗里寻母亲尸身，没想到就被谢景琛发现了。夫君为何要调查这些？因为我想亲手解开我夫人身上的谜。那夫君现在解开了吗？原本还差些火候，直到江南烟回京，他对你百般侮辱你都能忍，直到他说李氏受辱之时，你捏碎了茶杯，那时我便知道。那日我与江南烟的对话，你全听到了。你知道的，我的听力远胜于常人。侯爷，滴血认亲之事，你瞒得过相国公，却瞒不过。侯爷若是不信，可以再验一次。不必，真相你知我一知。我只问你，这5年来，你对我有几分是真心？侯爷，想要怎样的答案？话。从前我只把你当作棋子，一枚报复江府的棋子。如今呢？如今我也不知。不知？这5年的相处，灵儿的出生，侯府的种种，真假早已难辨。好一句真假早已难辨。那侯爷呢？难道侯爷对我便是100%的真心？若真是如此，你为何不早就揭穿我的身份？我自然有我的苦衷。那侯爷又何必苛求我的真心呢？是呀，夫人说的有理。那你复仇计划呢？你林家的血海深仇，你要如何讨还？侯爷要拦我？不，我要帮你。江相国贪赃枉法，构陷忠良，我早有耳闻。只不过当时我羽翼未丰，侯府内忧外患。可现在不同了。你为何要帮我？因为你是我的夫人，也因为林清源之前在朝中所有亲密，他的案子本来就该翻案。可是你就不怕被我所连累？毕竟江谢景琛连自己夫人都保护不了，那我这侯爷也不必当。侯爷、夫人到府了。若以后你还想独自走下去，那我今日说的话你就当都没听见。若你选择相信，我信。但有些事现在还不能说全，不是不信，而是时机未到。好，我等你，回去吧。夫人叮嘱我今晚一定要带着小少爷在门口等他，可是预感会发生什么？灵儿，夫人，侯爷回来了。爹爹，娘亲，今日赴宴，
我料到谢景城会起疑心，特意让秋文带灵儿在门口等，想借孩子打消他念头。原是我多虑了。灵儿怎么还没睡啊？等爹爹娘亲回来，说好3个人一起睡。你不是说你喜欢妹妹吗？就是因为跟你一起睡，你母亲才不愿意给你生妹妹。那我喜欢小妹妹，什么时候上今晚可以吗？好，那爹爹就加油，今晚上让你娘亲怀一个。太好了，我要有小妹妹了。走喽！谢景城，5年来我因对你虚情假意而心怀愧疚，没想到你对我也是逢场作戏。如此一来，我们谁也不轻视。蠢货！娘，你打我！长公主肯出面为你恢复身份，这么好的机会全被你给毁了。可是你从小就告诉我，江弦月是那个狗奴生的贱种，全相府的人谁不知道那个狗奴是父亲的玩物？我当然会怀疑他身上流着父亲的血。我只是不想让他有任何的翻身机会。哼，你当真以为江弦月是你爹的种？什么意思啊？他的生父是前户部尚书林清源，那可是被刑部盖棺定论的贪官。江弦月是罪臣之女。难怪他要抢我身份。可现在长公主都认了他的身份，他日后自然不会承认他自己是假的了。这可由不得他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当年从林家搜出来的林清源的传家玉佩。这玉佩上刻着林清源的名讳，还有一行小字：愿吾女弦月此生平安。弦月，江弦月。我让他用弦月2字，就是要让他记住自己的身份，一辈子都是罪臣之女。这枚玉佩就是江弦月的催命符，待我把这玉佩送到二皇子府上。二皇子？二皇子一直想要除掉谢景城，若是让他知道谢景城的夫人是罪臣之女，你说他会怎么做？定会揭发江弦月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侯爷，江府那边有消息了，说皇室要将一枚刻有夫人名讳的林家传家玉佩交给二皇子。看来这步棋是走了王氏这一步。侯爷，咱们还坐视不管吗？二皇子要是拿到了玉佩，定会借此弹劾您包庇罪臣之女。再不行，就我了。我夫人呢？这种时候您还操心夫人，您还是先操心操心自己吧。我问你话呢。在小少爷房间里呢。看来我这夫人只知道心疼他儿子，是一点都不心疼他的相子。就算看书看到眼瞎，也没人心疼。罢了，反正在他眼里，我就是颗棋子。侯爷，您终于要对江府亮剑了。大晚上的打打杀杀，晦气。那您这是去给我夫人暖床，把她冻着。那二皇子那边呢？一个区区二皇子，我夫人对付他还是绰绰有余。侯爷，上次夫人去公主府，您这么说；上次江相过来，您还是这么说；还有上次江南烟来府里闹事儿，您也是这么说。我是这么说的，有问题吗？属下怎么觉得您好像躲在夫人后头？这不就是小白脸吃软饭吗？怎么？夫人的软饭好吃，爱吃，以后还要多吃，有意见吗？属下不同。只是夫人那般厉害，干嘛嫁给他？这你就不懂。我会递刀啊。递刀？
夫人，这是从王氏司库安阁里找出来的私账。变卖库房古文，得银6000两；私卖城东祖田300亩，得银18000两。这些年王氏竟然贪了这么多，夫人要不要现在告诉相国？不仅这具确凿为何不提？王氏是父亲的结发妻子，掌家20年，单凭这些账目，父亲最多罚他跪祠堂，收他全柄。那也够他受的了。我要的可不是他受罚，那是什么？我要他们夫妻反目，互相撕咬。王氏掌家这么多年，手里不可能没有父亲的疤。您是说，狗急了会跳墙，人急了才会拿出保命的筹码。把这个收起来，好好保管。是。走吧。啊？去哪儿？去祠堂，给他们添把火。爹到底还要管我们到什么时候？这都多久了？娘，你那个玉佩真的交出去了吗？你表舅已经把玉佩送到二皇子府上，在这之前，你给我安分点，千万别走漏风声。可是娘，我饿。再忍忍，你爹应该很快就会放我们出去了。江弦月，你怎么来了？放肆！相国公请我们夫人来打理府中事务，我们夫人自然来的。你说什么？由他掌管相国府？父亲说府中无人打理，让我暂代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管我相国府？我可是长公主亲口承认的相国府嫡女，我不管，难不成让你这个在长公主府撒泼打滚的疯子管？你等爹爹气消了，自会放我和娘出去。我娘是相国府夫人，我才是相国府嫡女。出去？不，你们出不去。父亲已经下令，3日后送你们去郊外庄子，你们这辈子都回不了京城。不可能！你撒谎！江弦月，你少危言耸听。老爷就算再生气，也绝不会送走发妻和嫡女。发妻、嫡女，父亲的眼里只有利，何来的发妻和嫡女？你，我就知道你不信，所以带了这个。即日起，府中一应账目移交弦月掌管。娘，父亲真的要把管家权交给这个贱人了？还有这个，遣粗使婆子6年，5月4日，即日前往西郊庄子当差，3日后将王氏和江南烟移往西郊别院，不得有误。确实是相国的笔迹，还有他的私印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今早，父亲已经命人将你的春熙都，连同你的嫁妆箱子一并清掉了。你们在长公主府丢尽颜面，害父亲成为了全京城的笑柄。你们觉得他还会留你们在府中碍眼吗？不可能！我
我才是爹爹的亲生女儿。一个让他丢尽颜面的女儿，不如你。你不说，爹爹最疼我了。父亲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娘比你清楚。你要不要问问你娘，她怀你的时候，父亲都做了什么？看你们助我嫁进侯府的份上，我劝你们还是早做打算吧。娘，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怀我的时候，爹都干了些什么？他去赴林清源的家宴，却在家宴上看上了林清源的夫人李氏。李氏？那个狗奴？什么狗奴？那是户部尚书夫人。什么？李氏入府那日，我气得险些小产，他却不管不顾，一门心思都在那个贱人身上。可是这些年，爹真的对我很好啊。那是因为你跟侯府有婚约，你能助他的青云之路。七窍庄子，那是最偏僻的庄子，去了那里跟坐牢有什么区别？娘，我不要去庄子，我不去。嫣儿别怕，娘早有筹谋，我绝不会让你父亲把我们送到庄子上去的。夫人，祠堂那边有动静。说，那王氏果然坐不住了，刚才偷偷塞钱给守门婆子，让她往外递信。鱼上钩了。夫人，相国明明没有说要送他们去庄子，那文书和私印自然是假的啊，都是假的。嘘，请君入瓮罢了。秋文，你扶儿过来，替我办件事。去吧。爹，娘，他们欠你们的，女儿很快都会讨回来。相国，这桌菜是夫人亲自盯着厨房做的。夫人说您近日劳累，多补补身体。弦月有心了。父亲，您尝尝这笋，今早刚从城外挖的。鲜嫩。父亲，女儿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女儿暂管府务，终究是名不正言不顺。况且，女儿已是侯府主母，若是长久待在相国府，怕是会惹人闲话。那依你看，不如把母亲放出来吧。母亲嫁与父亲这么多年，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关了这么些日子，也当知错了。他从前那般苛待你，你不恨他？母亲也是怕我会影响妹妹才会如此的。如今女儿什么都有了，往事不提也罢。你比那母女俩心胸宽太多了。也罢，我这就让人。老爷，老爷，后院着火了！什么？哎呀！走吧，看戏去。
娘，外边好像着火了。有娘在，慌什么？表妹，表哥，快，外面都乱成一团了，快跟我走吧。我是你放的。哎呀，别问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燕儿，走，去哪儿？我不走，你爹都不要我们了，留在这里等死吗？我才是真的相国府嫡女，我走了，岂不是便宜了那个江弦月？哎呀，再磨蹭就来不及了，快走吧。燕儿，等娘安顿好再回来接你。娘。先在这里躲一躲，待人散去，咱们再从后门走。不行，我要回去带嫣儿。表妹，虎毒不食子，江行之不会对嫣儿怎么样的。倒是你这次再不走，可真就走不了了。可是，表妹，表哥，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。若不是江行之横刀夺爱，我们早就是夫妻了。我等这一天也已经20年了。淫妇，淫妇！娘舅，你们！哦，你个王氏，你背着我找男人！老爷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江行之，是你先对不起表妹的，你要把她送到庄子上去，我怎能不来救她？我何时说过把他们送到庄子去啊？是江弦月，他拿着你的文书过来，说你要把我和娘亲送到庄子上去。妹妹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就是你，是你把文书拿给我们看的，文书上面还盖着爹爹的私印。证据呢？证据早就被你拿走了。空口无凭，污人情来。妹妹最擅长了。你，表哥，后院的火是你放的？不是我呀，我哪敢在相国府放火？我知道了，是江弦月，是他设计我。我设计什么呀？我是你故意放的，表哥也是你骗来的。老爷，我是无辜的呀，是江弦月他要害我。弦月，可有此事？表舅，你刚才说你是听闻母亲要被送往城外庄子，才夜闯相国府的。没错。可是母亲和妹妹都被关在祠堂里，你又从何处得知他们要被送往庄子去？我有表妹的求救信，现在还在身上。表哥，表哥，夫君欲送我与燕儿去庄子，此生不复相见。若你还没就情接意子时，后门一见，是你的亲笔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老爷，这信是伪造的，是江弦月模仿我的字迹啊！母亲，你这话好生奇怪，我如何得知你和表舅有私情，还写出一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？老爷，我对你的信天地可见，我跟表哥是清清白白，今天是被人构陷啊，老爷！唉，那日在公主府，碍于父亲的颜面，我没敢问，为何妹妹的信没能与父亲的相认？亏我一直还那么信任你，因为嫣儿的心没有与我相容，但我还一直相信嫣儿还是我的亲生骨肉。王氏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没有啊，老爷，嫣儿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！来人，把这对奸夫淫妇给我绑起来！老爷，你若是不信，可再做一次滴血验亲，嫣儿真的是你的女儿啊！父亲，还有一件事，女儿今日不得不说了。我在查账时发现母亲掌家多年，私吞府中银两，变卖家中祖产，共计10万余两。女儿已经调查过了，这些银子最后全都流向了表舅所在的营中。贱人，把我的银子给骗了！没有，那些银两都是表妹让我帮她存的。帮她存的？帮她存。
死了！你打死他了！江行之，你这个伪君子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好东西？背叛我在先，你还敢骂我？你身居高位，却觊觎同僚的妻子，你逼得林家家破人亡。你娶我的时候说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转头却睡了我的陪嫁丫鬟。怀着嫣儿的时候，你就将那李氏抢入府中，害得我差点小产。爹，闭嘴！这个疯妇，给我打死！爹，你说的都是气话。有这个野种，你一定给我打死！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虎毒不食子，你难道要打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吗？本相只有一个女儿，是江弦月。爹，江弦月她是林清源的女儿，她来我们家就是为了复仇的。林清源是谁？闭嘴！嫣儿，江行之，你怕了？我怕什么？你怕我将你的丑事都抖了出来，你怕江弦月知道自己的身世找你报仇。你再敢胡言乱语，就不念咱们多年的情分了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江行之，你以为你做的那些恶事天衣无缝，其实满是漏洞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当年你写给刑部，是让他们伪造林清源自缢的那封亲笔信，在我这儿呢。你非要救我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拿你陪葬。我杀了你！我死了，明天那封信就会出现在刑部的公堂上。那封信我已经烧了，我不会相信你。那封信我早就把它替换了。还有你要灭口的那个狱卒张三，他没有死，我一直把他藏在晨曦游房地窖里，他可以证明林清源不是自缢，是被人活活勒死的。我父亲，母亲纵然有错，但罪不至死啊！假惺惺，这一切祸根都源自于你，你才是祸根。母亲，你怎能如此不知好歹，加仇报呢？江行之，你一辈子无儿一，却被鹰啄了眼睛，你被他给骗了，他不是你的种啊！胡言乱语！弦月的确认亲，血脉相融，那是他在水里做了手脚，做手脚的是江南烟。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那个能证明他是林氏余孽的玉佩，我已经交给二皇子了。二皇子与侯府向来不睦，他定不会放过你们。母亲，你说的是这块玉佩？娘，你不是说玉佩已经交给二皇子了吗？我是让你表舅把玉佩拿。啊，是你接走了玉佩。这块玉佩是我林家的传家宝，自然该物归原主。你怎会知这玉佩在我手上？娘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你呢？月儿，先告诉娘，是谁给你起的弦月二字？是夫人，夫人让我信的教。是的，娘刚怀你时，你爹就给你起了弦月二字，并刻在传家玉佩上。这玉佩怕是落在王氏手里了。怎么会？这玉佩能证明你是林家女儿，也能害死你。我娘早就预料到你会用这块玉佩害我，我又怎会让这块玉佩落入到他人手里？以前都知道。江行之也被他给骗了，他早就知道你是他的杀父仇人。弦月，你江行之，你不配喊我的名字。我的爹是林清源，我娘是李氏，而你就是害死他们的凶手。我今日便要为他们报仇雪恨。就凭你也想扳倒我，自不量力！自交上本侯呢？
江相国，你该不会也不把本侯放在眼里吧？侯爷，此女为罪臣遗孤，你若包庇，便是欺君。圣上若知，你也逃不了罪责。陛下早就下了密旨，让本侯重查林清源一案。你无凭无据，就想定本相国的罪吗？的确，此案原本缺失证据，不过多亏了江夫人大义灭亲，提供了关键人证物证。来啊，带人证。夫人，他们突然就闯进我的屋里，把你藏在我屋里的东西搜走了。这是从刘嬷嬷屋里面搜出你江相国的亲笔信。另外这人，他也到过，当年是奉了你的命，对林清源严刑拷打，逼其认罪，最后将其勒死，做自缢。还有什么好说？这些证据证人都是假的，要面见圣上。明晚待用。罢了，今天本侯就让你心服口服，把最后一位人证带上来。李氏，李氏，娘，月儿，娘，你的月儿，月儿，夫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我成婚之时，我让周征暗中盯着相府，意外救了奄奄一息的岳母，故而你去乱葬岗才没寻到尸首。原来如此，是你救了我娘。这5年，我寻遍了名誉，才将其恢复。娘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月儿，苦了你。你为了爹娘做的事情，娘都知道了。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。江行之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说？我不止如此。这些年，你贪赃枉法、卖官鬻爵，所有罪证都已查清，现在都交给刑部审。江行之，你也有今天。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！去死吧！你杀我！去死！将其拿下！侯爷，王氏气绝身亡。江行之，你心狠手辣，亲手杀了发妻，罪加一等，都该死！你们都该死！押下去，后发落，带走。没事了。圣旨到，谢侯夫人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经3司会审查明前户部尚书林清源贪污一案，实属奸人构陷，着即平反昭雪，追复原职，以礼改葬，为其忠魂。宁氏女贤岳虽冒名顶替，然其忍辱负重，未负名冤，其志可嘉，其情可悯，孝心感天，堪为女子表率，特赐封为一品诰命夫人，以表其功，以扬其名。罪臣江行之身居高位，信术不正，霸占人妻，构陷忠良，欺君罔上，罪大恶极。着即剥去冠带，革除一切功名爵位，打入4牢，秋后处决。查抄相国府，以应财产充公，亲眷仆役一律严惩，以儆效尤。钦此。谢侯夫人接旨吧。臣接旨。你看，这可是我排了半个时辰的队给你买的甜品。夫君何必亲自排队？我亲自排队，那肯定会更甜一点。前日江相国在午门被斩首了，那首级现在还挂在城墙上呢。死得好，林尚书那样的好官都被他给害了。就是，岳父大人洗清了冤屈，你应该开心点才是。父亲终于可以安心。哎，松口点！
又出我生气，打死你！姑娘，江南烟，娘，娘，别杀我！对，居然还活着，真是便宜他。像他这样的人，如今这般活着，或许比死了更痛苦。夫人说的也是。我一直都想问，你为何帮我？因为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原则。什么？我身为侯府世子，为什么得不到老夫人宠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娘是通房丫鬟，啊？老夫人膝下无子，我就充为嫡子，所以我这侯府世子名不正言不顺。所以你便一直扮作风流纨绔，声名狼藉。那是养精蓄锐，掩人耳目。你是假的相国千金，我是假的侯府世子，我们可是天生一对。谁跟你天生一对了？我现在可是尚书府千金林弦月。对，是微臣高攀林小姐啊。油嘴滑舌。走吧，灵儿和岳母还在等我们。夫君，我们回家。